懂事不粘人的女人真的存在吗？你们可能听过很多关于完美女友的描述，希望她在需要的时候出现，不需要的时候消失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理想啊？但我想说，这样的理想型其实不叫理想型，它更像是一个梦想型，因为这样的描述其实是把女人当成了工具，当成了满足男人需求的物品。如果有这样的女人，那她一定很爱你。为了你，她愿意克制自己的小脾气，愿意变成你心目中的那个完美女友。但请记住，你不能把她的爱当作理所当然，不能把她对你的懂事，当作是她的本性。其实女人在感情里很简单，要么她不爱你，所以不黏你；要么她爱你，但为了保护自己，她选择独自成熟，假装潇洒。请记住，人都是会累的。当他需要你的时候，而你却不在他的身边，他承受的所有的压力变得比任何人都懂事的时候，那可能就是他决定要离开你的时候了。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的女人，但女人的情商一旦高起来，可以把男人玩成狗。所以请珍惜那个为你变得懂事的女人，不要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。希望每个女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很多男人在认为自己吃定一个女人的时候，就会开始不重视她的感受，甚至会编造一些3岁小孩都不信的理由去遮盖自己犯过的错误。可你知道吗？女人的直觉其实是很准的，你的一个微妙的变化，她都能捕捉到蛛丝马迹。她不指责你，不拆穿你，只是因为她不想让这份感情不再纯粹，不愿意让你们之间的信任瞬间瓦解，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爱错了人。所以不要让女人真挚的爱成为你肆无忌惮欺负她的理由。当她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的时候，就会知道女人狠心起来会是什么样子。无论你怎么去恳求去改变，她都会头也不回的离开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如何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有成为事业型女强人的潜质呢？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看她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。如果她看见那些帅哥小鲜肉，眼里就冒粉红泡泡，那多半还对爱情抱有幻想，处于小女生的恋爱阶段。如果她容易被那些开豪车戴名表的有钱男士吸引，那说明她的眼界和认知还不够成熟，没赚过什么大钱。如果她开始关心这个男人是不是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对事物有独到的看法，并且待人谦逊有礼，那这个女人的段位一定不低，不是老板就是高管。因为她知道男人的外表和金钱对她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真正应该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能力和品质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有一种男人根本就不适合结婚，谁嫁给他谁倒霉。提醒所有的姑娘们，如果遇到这种男人，一定要绕道走。我们可以把男人大致分为4种类型：一，挣不了什么大钱，但老实安分，对你也是真心实意，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平平淡淡也挺好。第二种，从来不会让你为钱发愁，在物质上充分的满足你，只是在感情和生活中可能做不到十全十美，属于事业型的男人。第三种，一表人才，貌似潘安，就算他什么都不做，你看一眼就觉得心花怒放。第4种，也就是我说的嫁给他就倒霉的男人。这种男人不贴心，没有钱，长得一般还花心，堪称渣男中的极品。明明一事无成，还偏偏不可一世的认为自己的老婆就应该貌美如花，温柔贤良，最好还能赚钱养家，还要对他3从4德，包容他的放荡不羁，欣赏他的一世独立。对于这种男人，我就想替广大女性朋友们问一句，你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没照过镜子呢？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为什么女人总在过去的事上斤斤计较，就不能翻篇吗？这是很多男人都想不通的问题。那好，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。想要一个记忆力正常、智商正常的人彻底放下被伤害的过往，只有以下3种情况：一，大仇得报；第二，时过境迁，远离了当初的人和事；第三，有人护着自己，能让他相信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之前的事了。所以以上3种情况，哪一条做到了呢？如果都没有，你又凭什么要求他闭口不提呢？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请真心疼爱你的老婆，不要只做表面功夫。第一，想要你的家人朋友尊重你的老婆，首先你自己就应该真心的爱护尊重她。第二，孝顺父母是应该的，但不能愚孝，一味的顺着父母则会委屈了妻子。第三，结婚后你就是个大人了，照顾好妻子和孩子是你应尽的责任。第四，多在其他人面前夸老婆，
多站在老婆的角度上去维护她，她定会感激你一辈子的。第5，帮老婆融入你的大家庭，别总在爸妈面前说老婆的不是。第6，一定要有主见，不要什么事都还听你父母的，你老婆才是和你过一辈子的人，凡事多跟老婆商量。第7，婚后夫妻关系要摆在第1位，不要什么事情都要你老婆退让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在一个家庭中，如果丈夫付出的越多，妻子就会越幸福；但如果妻子付出的越多，丈夫则会越冷漠。同样都是付出，为什么结果却截然相反呢？那是因为在男人和女人的心中，对家的意义并不相同。对男人来说，家不过是3分有其意，在外遇到挫折了，家就是一个温暖的避难所。可对于女人而言，家却是她的全部，她用一生去守护的地方。男人顾家那就是贤夫良妇，女人顾家却是理所当然。顾家的男人会让妻子觉得自己捡到了宝，欣喜若狂，可持家的女人呢，只会让丈夫更好的抽身事外。所以现实就是，女人的爱会因为男人的付出而更加浓烈，而男人的爱却会因为女人的付出而慢慢冷却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一个人再好，他不心疼你，什么用也没有。誓言可以编造，浪漫可以伪装，唯有心疼是来自于内心的情感。他欺骗不了别人，也欺骗不了自己。当有人担心你会不会饿着，有没有冻着，担心你生病了怎么办，钱不够花怎么办的时候，你就住进了他的心里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大多数男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件事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那就是如果跟他分开后，你过得比他好，那他的内心肯定是像挨了一记闷锤子一样不好受。但要是你苦兮兮的每天以泪洗面，一副离了他就活不下去的样子，那他指定更加嫌弃你，还会自我膨胀，觉得自己魅力十足。所以姑娘们，你一定要稳住，拿出女人该有的傲骨，即使是被甩了，也要潇洒的转身离去。该成长的就成长，该逆袭的就逆袭，把这个男人当做你人生路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。在优化自己后，再找一个比他好1000倍、10000倍的男人。等你再回头看他时，只会反省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瞎了眼看上他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一个女人是否内心成熟强大，不是去看她的衣着、妆容和赚钱能力，而是要去看她被问到过往时是什么表现。如果还是愤愤不平，恨不得把一肚子苦水都倒出来，那这姑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可如果她明明命运多舛，经历风霜，却还能云淡风轻笑着说都挺好的，她一定是个内心坚韧且豁达的女人。可她的通透是磨砺换来的，她的格局是委屈撑大的。她尝尽了爱情的不堪，生活的不易，吃了别人吃不了的苦，忍了别人忍不了的气，做了别人做不了的事儿，当然就能够享受到别人享受不到的福气。她的前途必将无量，命运曾亏欠她的，都会在未来加倍的奉上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一般背叛你的人会先用冷漠和无视逼着你发脾气，然后就把问题往你身上推。他不会承认是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就算事情败露了，他还能理直气壮地反驳你，说他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你逼的，是你没有生活情调，不理解他的辛苦，这都是你的错。可笑吧？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对丈夫彻底失望的女人都会做到这4个不。第一，不说了，你既然不在乎我，那我对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第二，不吵了，哪怕你做的再不好的事，我都不想再跟你计较了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第三，不爱了，即使你在外面花天酒地、拈花惹草，在我心里都不那么重要了。第四，不提离开了，为了不让父母担忧，为了给孩子能够有一个健全的家庭，就这么凑合过吧。可姑娘们，你们真的甘心就这么委屈自己吗？人生只有一次，不应该得过且过，勉强敷衍自己，是时候做出改变了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不要把老公当成你的亲人，相信很多女人都不太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说。那2个人结婚不就是亲人吗？其实不然，嫁对了人，老公就是爱人；如果嫁错了，老公就是仇人。我这么说大家都同意吧？那什么是亲人呢？亲人可以包容你所有的缺点，即使你再怎么不对，亲人也不会离开你的。但老公不是这样的呀，一旦你们的婚姻和感情出现了问题，很有可能他就会选择头也不回的和你分开。俗话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这句话其实不无道理。如果你把老公当成了亲人，潜意识里就觉得老公应该包容你的一切，即使你恃宠而骄、蛮横无理，他也应该无条件的接受你、爱护你。而一旦你有了这样的想法，就注定你们的婚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聪明的女人一定要认清一个现实，老公既是队友也是对手，和老公相处时一定要懂得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不要事事依赖，尤其是不能事事指责，更不
要妄想的去改变他。你对父母可以整天大呼小叫的，他们是不会放弃你的，但对老公却不行，所以不要把老公当作亲人一样去对待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我们这辈子能够逃过天灾，躲过战乱，不遇坏人，不生大病，已经非常幸运了。要是还能够家庭和睦，收入稳定，爱人在侧，友谊长存，那真是要感谢上天的恩赐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因为种种原因离不了但又过不好的婚姻该怎么办？如果你也正处在这样的阶段，可以用这3招，即使不能重获幸福，最起码让你不再纠结痛苦。不要再纠结我到底要不要跟他离婚。你之所以痛苦，就是因为一直在这2个选项里徘徊不定，离吧不甘心，不离吧又难受，没能力承担离婚的后果，不离婚又改善不了现状。在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之前，就不要再去想离不离这个问题，它只会牵扯你的情绪，扰乱你的思维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该好好吃饭，认真工作，带好孩子，把自己目前的生活尽力过得舒服，掌握好自己的节奏。第二，降低对另一半的期待。之所以婚姻会过得不好，就是你希望他能够按照你设定的方向去发展，但人心都是不可控的，所以期待越多，失望就越多。所以你要做的就是降低期待，在家里做好分工，谁负责家务，谁负责挣钱，他只要把自己的那份做好就行。至于其他的不强求，不纠结，腾出心思做好自己的事儿。第三，大多数人过得不好，就是因为太喜欢操心了，心里被各种各样烦心的事占满了。如果想要过得轻松幸福，就要学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，少去管别人的事情。再说别人的事你管了也管不明白啊，先把自己给活明白了，你就会发现之前那些纠结痛苦的事儿已经不重要了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你骗了他一次，他就会一直怀疑你，这种失望、绝望的感觉深不见底，会在心里不断的蔓延。欺骗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骗过1次，就算以后说真话也觉得是假话，就像是狼来了故事一样。信任一旦崩塌，就会全盘皆输，就算千帆过尽，也会覆水难收。以前他是无条件的信任你，后来你去趟厕所，去外面抽个烟，他都觉得你在偷偷回别人信息，不受控制的脑补一切，被自己深爱的人欺骗，那滋味不好受。可他还是得跟你生活在一起，却又没有办法对你信任，神经紧张到无论你做什么，他都会猜忌怀疑。最让他痛不欲生的是，这种痛苦他没有办法向别人诉说，他的心酸也无人理解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，你不找我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去打扰你；你冷落我，我也会慢慢的冷落你。我能习惯有你的陪伴，也能习惯没有你的孤单。你珍惜我，我加倍对你好；可你要是不在意我，那我就让一切归零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让男人爱你，爱到放不下的秘诀是什么？昨天有个女生嚎啕大哭的来问我，为什么对男人越好，他对你就越可有可无呢？如果你掏心掏肺，最终换来撕心裂肺。那接下来我要讲的4点，可以让你在感情中游刃有余，一定要牢记于心。第一，轰轰烈烈开始的爱情，最后往往会因为平平淡淡而结束。因为好的爱情不是如胶似漆，而是各自美丽。因为太爱一个男人，就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他看，这恰恰是你不被爱的根源。因为毫无保留的爱很快会让男人失去兴趣，没有一个男人会一直喜欢一个一览无余的女人。所以你要保持适当的神秘感，给男人探索的空间，让他感觉得到你了，但又没有完全得到，他才会持续的爱你和关注你。第二，用自己的核心价值代替对男人好的价值。其实说句不好听的，对男人好是最廉价的价值，因为可替代性太强了。你秒回消息，别的女人也能秒回；你给她端茶递水、洗衣做饭，这些保姆都做得到。所以你天天对男人好，他已经习以为常，不会多感念你的付出。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，那你最后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保姆的标签。但如果你形象好、身材好，带出去回头率200%，或你工作体面、谈吐优雅、气质出众、才华横溢，那男人怕你跑都来不及了，又怎么会怠慢你呢？第三，不管多爱一个男人，都要保留一丝丝的理性。爱情是有生命周期的，当你们确定恋爱关系、结婚、生子，每一个关键的时期，
男人对你的关注度不可避免的就会下降，因为他觉得你们的关系已经稳固了，他就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去爱你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你一定要保留理智的头脑，不要一味的去作和闹，要学会冷处理。如果他不主动，你就收回你的热情，因为你把你自己的关注度放在男人身上，只会让你患得患失。你关注爱情，就算到了极致，换来的也不过是一个男的宠爱有加。但你关注自我成长，提升认知，多花心思搞事业，那财富会向你招手，你圈子会升级，你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。被爱不应该是你追求的主题，爱自己才是。你明白吗？99%的男人都无法拒绝这样的女人。这条视频你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我将告诉你男人在婚姻里最深层次的渴望，这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的婚姻观。首先，我可以很笃定地告诉你，男人对婚姻的期待和幻想完全不少于女性。一个男人无论他什么年纪，是贫穷还是富有，他都无法拒绝一个在生活上把他当成婴儿一般来呵护，在精神上把他当成君王来仰慕的女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男人骨子里就住着一个孩子，他想找一个妈来照顾自己，接纳自己，希望自己像孩子一样被呵护。同时，男人的内心又渴望有个女人像女儿一样的宠爱他，认可他，尊重他，把他当成无所不能的英雄，这样才能凸显他的男子气概，他才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。男人的心底最渴望的理想妻子，永远都是母性和女儿性的结合，你要懂得平衡。男人毕生追求的不过是3个字儿：存在感。你只要记住这一点，相信任何男人都无法拒绝你。所以当男人事业受挫的时候，你不要骂他窝囊废；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讽刺他、贬低他、指责他。相反的，你要无条件的支持他、鼓励他、照顾他，甚至是帮助他走出困境。在婚姻里，美貌和性感从来不是稀缺资源。那个把他当成婴儿去呵护，把他当成君王去仰慕，甚至能助他一臂之力的女人才最稀缺。记住了，被接纳、被认可、被需要、被崇拜、被支持，永远都是最打动男人的心的。这是男人在女人身上毕生渴求的东西。如果你能给到他，那么他永远都离不开你。他会把你放在女王的位置，像宠溺女儿一样的去宠溺你。